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瓦楞纸箱认识篇。那瓦楞纸呢，在我们生活中是非常常看见的像许多的产品、水果箱或是我们在包装在购买一些物品的时候，我们都有可能会拿到纸箱来做一个装东西的一个动作，或是你需要拆东西你也会看到纸箱。那今天呢，就是我们来认识一下那纸箱的形式到底是什么呢？在我们台湾比较常见的呢是3层以及5层。那等一下会来讲解一下它的差异在哪里，以及说纸箱的形式呢有哪几种。我们看到有不同形式的纸箱，它搭配了这个不同的层数呢，它能产生的呢是不一样的一些功能。那这里我们要怎么认识它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咯。首先呢，来介绍一下3层的瓦楞纸。那这里呢，我们介绍的是一浪的形式。那这个浪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波浪状。那一般我们的纸箱呢，我们以3层纸来做说明的话，上面这里呢是一个面纸，中间有一个心纸，底下有个底纸，所以这3层把它连在一起之后，它就变成一个3层的瓦楞纸。那这里3层一浪的话，通常它的厚度呢大约在2 mm 左右，就是 0.2 公分。那这个呢，一浪的这个形式呢，一般我们会用在哪里？我们比较小型的纸盒，那个纸盒通常是用来装电子零件的话，我们会比较常看到3层一浪。那这里呢，它的变化就会比较多，因为它比较薄，它能折的一些变化会比较多的。那我们就看一下我们手边有一些安装或是一些放置电子零件的纸盒，你把它看一下，是不是就是这种3层的一浪呢？这边让大家去了解一下咯。接下来要介绍的是3层 B 浪。那这里呢，它跟一浪的差别在于这个波浪会比较大一点。然后我们的3层 B 浪的话，一般它的厚度会在3 mm。那这种纸箱形式我们是很常看到的。我们一般用的纸箱呢，基本上大多都是3层 B 浪的。那我们去把它看一下3层 B 浪一般都会用在一些简易的包装或在运输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那这里呢，它的变化也是会比较多的因为它相对是比较薄一点所以它的变化性会比较大那这边让大家理解一下3层 B 浪跟3层一浪其实差异呢差在它的厚度那这边让大家认识一下咯。接下来要介绍的是3层 A 浪。那这里呢，一样都是3层1、2、3，那中间这一层就是波浪状的。那3层 A 浪呢，它跟 B 浪或一浪的差异一样，是这个波浪状会稍微再大一点。然后3层 A 浪呢，一般它的厚度会在5 mm，就是 0.5 公分。那这里会运用在哪里呢？比较常会运用在我们在搬运用、搬家用的纸箱，就是3层 A 浪。如果你仔细去看3层纸里面呢 ，B 还有 E 还有 A 它的差异性呢，你就会发现说，其实 A 呢它会比较厚所以我们相对越厚呢，它的这个面呢所能承受的耐压力呢就会更好。那所以呢，其实 A 浪呢，似乎我们还是蛮常看到的，因为我们很多需要搬运重物的一些纸箱呢，它都会用到 A 浪这个形式。那这里呢还有另外一种更厚的，等一下后面会来讲解一下。那这几种都是在台湾是非常常见的那这边让大家先去了解一下3层里面 E、B、A 它所差异在哪里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5层 AB 浪。那5层 AB 浪呢，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样的5层呢？就是这里1层，然后波浪状，再1层，再波浪状，再1层，所以我们数这里有3个平面纸，2个波浪，所以它是5层。那5层 AB 浪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上面是3层的 B 浪，下面呢是3层的 A 浪。那 A 浪跟 B 浪结合在一起呢，所以它叫做5层 AB 浪。那这里呢，它的厚度是多少呢？就是3层 B 浪加3层 A 浪，3加5都是8 mm，就是 0.8 公分。那这里是很常运用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应该蛮常看到只是你没有去注意说原来这样的纸箱它叫做5层 AB 浪。最常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在装水果的水果箱
你仔细看，把纸箱打开，我们来看断面，你就会发现它就是5层 AB 浪。一般呢，像这种水果箱或是一些大型的商品，我们要使用的一些纸箱就会用到5层 AB 浪。当然5层的话，还有其他的一种装配的，像是5层的 A1 浪也可以。5层的 B1 浪也可以。那这里呢，5层 AB 浪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形式的那这边让大家了解一下当然你要5层 AA 浪也是可以。那意思就是变成有2个形式的 A 浪这种组装的组合方式都可以的。那我们最常见的呢是5层 AB 浪那这里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身边手边的纸箱是不是有这个5层 AB 浪呢让大家认识一下咯。接下来呢要介绍我们纸箱常见的形式。我们刚介绍了层数3层、5层的纸箱之后呢，我们的纸箱呢就要折成我们想要的外形。那这里呢介绍几种我们比较常见的。那首先第一种最常见的是 A1 形式。A1 形式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它就是一个纸箱，一个方形的。那这里呢是这样的堆叠的方式。那这边稍微让大家理解一下。它就是我们一般看到的纸箱的形式，大概是这个形式。那这里是一个展开图，不一样的地方等一下会再来做一些详细的解说。接下来呢是 A5 的形式，那这里 A5 形式可能大家会比较少看到那其实它的形式跟 A1 型很像，那差异在哪里呢？我们从这个宽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在宽的时候呢。这个 A1 形式，它这边开口是破开的，所以它是两边开。两边开的话，这边它的宽度就是1/2宽。那我们 A5 形式呢，它宽度呢，就不一样了。这边是一整面的，它没有破开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盖起来的时候是有2层的。这边是2层，所以它这个面的面压的耐压的程度呢，会比 A1 形式还要强的。它的差异在这里。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A7 形式的。A7 形式的话，它就是算是有点像 A1 型这样子类似的但是呢，它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呢它上面是没有盖起来的所以它是这样钉起来的一个形式。再来呢是 C 型的。我们看一下 C 型的话，它是从侧边从侧边这个地方呢把它钉起来。我们从这边看这样子钉起来的所以它是这样子破开的。所以呢，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 A7 形式跟 C 形式2个做搭配。那这里呢还有另外一个讲法，它就天地盖那所以 C 形式是地盖，然后 A7 形式是天盖。天地盖呢主要是用在有一些商品它比较重，或是我们如果是用A5 或 A1 形式呢是比较难以做包装的时候，我们就会把纸箱做分离。那有时候就会用到 A7 形式跟 C 形式就是所谓的天地盖来做一个搭配组合。再来是手提盒的形式。那这里呢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像是一些礼盒的包装呢，就会用到这个手提盒的形式或是甚至一些水果箱也会用到这类的。再来是披萨盒形式。那顾名思义呢，就是装披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这种纸盒。那有时候呢，一些小零件像是电子零件呢，也会用到这个形式。那刚刚前面有讲到这类的呢比较常看到是3层1浪的那如果你有去注意的话，就会发现的。再来呢是手提拔盒的提盒的形式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手提把的一样我们也蛮常看到这类的。那这类有时候呢是装什么呢像是一些萤幕像是电脑萤幕或是电视都有可能用这类的形式来做安装的。再来呢是插底盒形式。那插底盒形式一般呢我们的厚度也是比较薄的那是用插底盒，就是这样子压进去之后做一个底盒的直接扣住的那这种我们比较常看到像是我们的小文具好像是长尾夹之类的，它就是用这种小纸盒呢来做一个安装的。那这边呢我们大致上介绍这几种比较常见的。那结合我们刚前面所讲的3层纸、5层纸，再来搭配纸箱常见形式呢就会用在不同的形式。像 A7 型C 型我们可以用5层 AB 档来做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用在大型的商品上面。那这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像这种比较
复杂型的，像手提盒啊或披萨盒形式的，我们就不太适合用到5层的甚至有时候3层 B 档或 A 档也不太适合。有时候用到3层的E档像这种披萨盒形式有时候是越薄的呢，我们更容易做一些复杂的形状这边给大家认识一下咯。最后呢，来总结一下瓦楞纸箱的认识篇。那其实瓦楞纸呢是非常好用的，我们在生活中也很常看到那这类的瓦楞纸呢，它非常轻，那我们使用不同的层数以及纸箱的形式呢，有时候能承载的重量是非常重的甚至可以承受到吨的那今天所介绍的是3层以及5层，那5层又以 A、B 档呢来做一个介绍。那其实我们更高层数还是有的像是7层啊、9层都有。那7层有时候是 AAA 型的那这边呢让大家去理解一下那这边 AB 档呢就属于 A 型加 B 型嘛如果是7层 AAA 型的话，就是3个A 浪的一个形式那这边先让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那最主要层数越重的呢，它有可能会运用在像是站板型的。有时候站板呢，我们会使用像这类的瓦楞纸做成站板的形式来做使用。那这边呢，它重量比较轻，那承载重量呢也不错。那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们如果使用瓦楞纸的话，回收是相当方便的。那今天呢最主要是介绍我们常见的纸箱以及常见的形式也许你在生活中非常常看到纸箱，但往往都不太了解有时候选纸箱的时候就发现说不知道该怎么选有时候我需要它承载好一点，有时候我希望它呢有一些奇怪的形状、复杂的形状，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去选用的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个方式呢来了解一下各种层数以及各类的纸箱用途在哪里那今天的教学呢就到这边为止了，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